你那个叫刘闪的高级内线呢？我告诉你他在哪儿了吧？他在哪儿？在台湾砍甘蔗呢。本来想露脸，结果把屁股露出来了。李队长，感谢你的黄金美元，我和徐宝峰同志走了。临别之际，留此半阙以为纪念。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公贼。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请思考1秒钟，能否用一句话说明你看过这部剧？可以把结果发在弹幕上。改编自作家龙一的同名短篇小说。2008年12月20日，在南方电视台开播之后，潜伏开启了全民追剧的谍战浪潮。其家庭式潜伏叙事模式成为行业范本，并横扫飞天奖、白玉兰奖、金鹰奖3大奖项。此后10年，黎明之前、悬崖、风筝相继涌现，加上2006年的暗算，共同构成硬核谍战剧5大经典。各大网友也给出了无数版本的排名。有人喜欢在风筝中探索人性，有人欣赏黎明之前密室推理式的封闭空间博弈，有人偏爱悬崖里的情感共鸣，而有的人即使知道潜伏的结局，仍愿意反复细品，而且品出不同味道。然而文无第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 No.1。 今天我们聚焦潜伏，这部本人心目中的谍战剧天花板。在豆瓣评分之上，潜伏能够长期力压一众谍战剧，排名第1位。在各种原因的讨论中，仁者见仁，但我认为最核心的有以下3点。首先就是给这部剧注入灵魂的人，编剧姜伟。看过电视剧之后，很多人只要提到其中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就能立刻联想到剧中情节，玉面金佛、斯蒂庞克、录音的基本原理等等，金句频出。像许多依托本已成名已久、自带光环的著作而演绎的电视剧不同，相信大部分人在电视剧开播之前并不知道潜伏原著的存在。原著全文仅14000字，如果直接照搬，恐怕第1集就可以杀青了。编剧姜伟从原著中获得启发之后，把自己憋在家里用了整整10个月，依靠其历史系出身的背景，以及对民国时期的大量研究，把一个结构相对单一的超短篇小说改编成了40多万字的人物活灵活现、剧情立体化的框架。在人物塑造上，不同于其他剧情中主角出道即巅峰的模式，余则成、左蓝、翠萍、晚秋等从一开始的无知、单纯甚至拙劣，在不同考验之下完成升华。有的人从为了生存升级到了为了使命，有的人用个人牺牲完成了信仰的火种传递，有的人代表了平凡人的觉醒，而有人在认清个体理想与时代洪流不匹配的现实后，选择轻轻放下。这种完整而富有逻辑的成长轨迹，使人们更能带入其中。结构方面，他将原著中的翠萍和老马一分为3，替代为翠萍、左蓝和晚秋，马奎、李涯和陆条山，加入历史人物改编的李海峰叛逃、钱教授偷天换日等等。第二，他避免说教的方式，把一些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直接表露出来，因为没有人喜欢说教，而是用娱乐幽默的方式展示正能量。尤其是余则成、翠萍、站长、谢若琳等人的表演极为有趣，非常切合大众视角，观看者可以不设防地欣赏剧情，不需要主动推理、高速动脑，也能沉浸式地欣赏谍战故事，让大家在紧张刺激之余，更多感受到的是轻松诙谐。正如给别人讲大道理，失败的方式往往是叽里呱啦说了半天等于没说，而潜伏这部剧看起来没说什么，事实上看的人都悟了。你怎么不明白呀？你的安全就是他的安全。为了他，你快走，快走！一颗子弹扣了扳机后，枪要把子弹头送出去，打死一个敌人。弹壳落在地上，时间长了，这个弹壳就不见了。你能说这个弹壳没有作用吗？不能吧？它有它的任务。没有弹壳，子弹是打不死敌人的。则成啊，天津的得失在什么呀？在几个偷偷摸摸的军官吗？在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笑话！那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丢了，那么多战功卓著的整编军丢了，什么原因？
还在这儿搜情报、抓内奸、查帮派，试图保住大天津堡垒，不滑稽吗？第三，演员的整体演技相当在线，主角配角表现的都很出彩。余则成和翠萍的扮演者分别是孙红雷和姚晨，两个人的外在形象并不出彩，但是在当年的演技已经打磨得非常出众。潜伏的一众配角同样令人叫绝，冯恩鹤、祖峰、吴刚老师都是戏骨级别的演员，主配角能够从容的搭戏，精彩不断，是该剧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说《潜伏》是一部爽剧，余则成作为唯一的正面男主，只需略微一出手，就已经是行业里的顶尖。有这种看法，说明既没有看懂余则成升职的本质是对腐败官僚系统的讽刺，也没有看懂所有胜利均伴随着信仰的灼痛与灵魂的伤残。因为权术高明，才会让事情办成看起来非常简单。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人情世故的修罗场，职场的教科书，信仰的精神坐标。相信很多观众并不是像编剧姜维老师那样的历史学家，在解说本剧的前期，我会穿插讲解许多剧中提到的各种历史知识和各种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如中统、军统、CC、三青团、旧金山会议等等，以便大家对当时的背景有更深的了解。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时间来到1945年3月，抗战胜利的前夕，坐标重庆，在一个昏暗狭小的阁楼中，余则成正在调试监听装备。这种工作环境也呼应了后面左蓝对军统的评价。我不怕军统，军统就是老鼠，专门躲在角落里开黑枪的。而剧中出现了一个自称林怀富的声音。参加旧金山会的代表，其实蒋介石早就内定，有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胡适等8个人。无赖啊，这真是无赖的决定！这样的会议怎么可以没有共产党的代表呢？此时余则成还是军统局执行外勤任务的小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于1938年，主要负责情报、反间谍、暗杀、破坏、策反等工作，活跃于抗战时期对日谍战、对共产党监控，在国统区大规模布置密探，实施暴力手段，以刺探、逮捕、暗杀为主要手段。主要负责人戴笠。监听中所说的旧金山会议，是1945年2月4日到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中制定战后世界秩序，并决议当年4到6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讨论联合国的成立，并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国方面，国民党政府作为当时国际承认的唯一合法政权，使其拟定代表团名单均由清一色国民党成员构成。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显然不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意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通过多方周旋，蒋介石最后被迫让出1个名额给中共，选定董必武为代表。这是中共首次参与国际多边外交，意义重大。随后一声枪响传来，从余则成镇定的神态可以看出，在暗杀事件频发的重庆，对这些小场面见怪不怪，也是他作为一名老特工贯穿全剧的沉稳性格的出现。此时余则成尚未接触共产主义信仰，只是对林怀富等人的对话并无反感。他们用金浦战役提出抗战胜利后需要选择阵营，这是对余则成来说的第一次心理暗示。从之后他和自己最亲近的上司谈话中可以看出来。科长，我有时候听他们讲的话挺有道理的。但前文提到的金浦战役是1945年10月到1946年1月国共双方发生的局部冲突，而监听时间明确在旧金山会议之前的45年3月。这里时间线似乎有点错乱，不过不影响，毕竟电视剧也不是纪录片，我们暂且抛开事实不讲，只讲剧情。敲门声告诉他打卡下班的时间到了，还没等他换好衣服，前来换班的同事重重摔在地上，引发了本剧的第一条时间线。李海峰叛逃，李海峰叛逃了。段局长，李海峰已经于昨天潜逃到南京，投靠了日伪。策反他的是扫荡报的日文翻译郭子平。身穿中山装的两人，一个是军统最高领导国民党第1号特务戴笠，人称戴老板，汇报的人叫毛人凤，戴笠的机要秘书和亲信，在戴笠死后成为这一特务组织的掌舵者。从两人严肃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李海峰叛逃事件影响之恶劣，事实上确实如此。剧中李海峰的历史原型是军统叛将李开峰，
与最早破译日本袭击珍珠港密电的女将军江一英并称电讯双臂。他是军统的顶级电讯专家和超级密码高手，多数军统电讯人员都是他培训出来的。他熟悉军统几乎所有的电讯业务，能仅凭电台信号的声音判断出很多特务的身份，对军统常用的密码及加密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使军统在上海的18处秘密电台被破坏，敌后抗日工作遭受重大损失，处于瘫痪状态。仅1天之间，军统就损失了100多名特工及大量的武器弹药、发报机、秘密档案等。李开封的叛逃让军统与日伪特务斗争时陷入单向透明的困境。只是李开封实际上是1942年投叛汪伪76号，早于剧中设定。剧中叛逃时间定于日本败局已定之际，凸显其政治短视。搞技术的都不懂政治，蠢猪！日本人就要完蛋了。现在叛逃，死的比何兴建、陈明楚还要难看。何兴建，忠义救国军浦东支队指挥官，曾是戴笠重点培养的将领。1939年夏投敌，任汪伪反共救国军第2路司令。其叛变对忠义救国军造成系统性破坏。陈明楚，军统上海区人事科科长，1939年夏被捕后叛变，任汪伪特工总部76号第1处处长，供出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行踪，导致后者被76号绑架并假意投敌，引发军统上海站近乎瓦解。1939年12月25日凌晨，何兴建、陈明楚在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遭军统特务伏击，两人身中数弹，当场毙命。此次行动正是由戴笠策划，假意投敌的王天木执行。戴笠只用一计，反间计。他的父母、老婆、孩子呢？踪迹皆无，估计是早就修好退路了。他是鸡鹅巷时期的老军统，对家规应该很清楚。鸡鹅巷53号位于南京玄武区，1928年胡宗南将此院赠予戴笠，用作特务活动基地。这段时期被军统内部称为鸡鹅巷时期。在此加入或任职的资深特务人员，他们在军统内享有元勋地位，资历深厚且多为核心骨干。戴笠在余则成之后的汇报中了解到，余则成是特务处时期的老资格军统，而且一直做外勤任务，和李海峰并无交集，为他日后成为刺杀李海峰行动的核心人物埋下伏笔。镜头一转，余则成从西装革履换成了略微休闲的装扮，身份也从军统特务到对外的公开身份女工程师。来到学校找自己的恋爱对象左蓝，看到左蓝在排练歌曲，妥妥的 C 位，自己也不自觉地跟着轻喝，也体现了他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积极态度。只是唱的是共情团圆之歌，苏联歌曲，加里契作词，谢多伊作曲，诞生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所以这里其实又偷偷穿越了一次。随后的休息时间里，两人从房子聊到结婚，余则成想把婚期定在抗战胜利的日子。则成，你说抗战胜利之后，真的就可以天下太平了吗？会有点摩擦吧，共产党肯定会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总归是一家人，坐下来开个会商量商量不就行了吗？你以为蒋介石愿意商量吗？在新政实施促进会上，他是公开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人对于未来的疑问看出，此时的余则成在政治上还很天真幼稚，而经受过共产党进步思想教育的左蓝，在政治上的觉悟明显要高出很多。1945年2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县政实施促进会发表演讲，拒不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并宣布将于5月11日召开伪国民大会，遭到全国人民反对。此后，蒋介石加快了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步伐。此刻的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他们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了。在那样一种波诡云谲的时局之中，这美好而脆弱的爱情终究要被残酷的命运和冰冷的现实所毁灭。近期的监听任务已到了尾声，即将迎来收网行动。余则成的任务是监听到孟先生一到场就发出信号通知行动队实施抓捕。监听过程中的一个意外令他猝不及防。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公校的左蓝，外语很好。贾旭尔的《我看中国革命》这篇文章就是他翻译的。可能是孟先生来了，我去开门。他的未婚妻左蓝与孟先生几乎同时到场，他下意识的要去发信号，好在及时反应过来。犹豫之际，一通电话打进了邻宅，他赶紧继续监听，并且一直注意着时间。别问为什么，问就是录音的基本原理。
电话里是通知他们跑路的。余则成这才放下心来，看着左蓝已经走远，他赶紧回到监听设备旁。熟读远东情报站的他，凭借熟练的手法和刚才记下的时间节点，他需要在释放行动信号之前把左蓝的录音删除。一切就绪，一众特务冲进林宅，参会的人员都已安全撤离。在他们寻找线索的时候，余则成发现了他送给左蓝的围巾竟被遗忘在了现场。好在其他特务并没有发现，他迅速把围巾藏了起来。但是这种亲共行为却没有瞒过他的老师科长吕宗芳。吕宗芳并没有点破他，相反可能还会暗暗高兴，因为他是我党的潜伏人员。从之前他慌张前来和特务会合的情景推断，那个告密的电话十有八九就是他打的。而余则成是他一手培养，并发现余的人品不错，并有较高的可塑造性，正在对他进行考察，进而策反。对于行动失败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共党实在太狡猾，不是我军无能，关键时候还有内鬼报信。随后李宗芳被戴笠叫走，任命他执行下一项任务，就是刺杀叛徒李海峰。余则成之前表达过不认识李海峰，并有一定资历，刺杀任务由他和吕一同完成。革命外的爱情，分外不浪漫。余则成在这趟生死未卜的行程前，并没有和未婚妻告别的机会，因为一方面左蓝因公开翻译发表过激进文章，已经被军统注意到；另一方面，余则成当初加入军统时的资料上作假填的是已婚，因为有家室的人更容易通过考核，而他和左蓝在别人眼中的不正当关系已经被处长问过话了。家有妻室，结交露水红颜，因而李宗芳把他带走执行任务，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不然凭他当时那拙劣的演技和相对幼稚的关键，天知道留在重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吕宗芳给他讲述了行动计划，他们两个人单线联系，吕宗芳直接向戴老板汇报，行动代号为谢，余则成化名劳文池。通过大汉奸周佛海，他被安排进叛徒李海峰如今所在的政保总署电讯处，任务是查清李海峰的活动规律，再由吕宗芳实施刺杀任务。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潜伏之旅。有人要问周佛海在他们的对立面为何会给军统提供这些帮助，这要从他三姓家奴的经历说起。1922年，他曾作为日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并代理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实打实的中共建党元老，却在1924年公开脱党，转向反共立场，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最后1939年随汪精卫投日，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在面对日本败局已定，这些大汉奸人人自危，周佛海已经秘密为国民党出钱出力，以求日后能够被宽大处理。事实上，在1946年11月，周佛海以通谋敌国等罪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因曾协助军统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到了南京以后，一个个考验接踵而至，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打入内部第一天的接风宴上是第一次考验。劳文池，汪先生在重庆时候的情报官，当年离开的匆忙，只好把劳先生埋在重庆了。煤机关在大东数局的组织被破获，有人叛变出卖了我。汪先生生前曾经嘱咐过我，说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找他或者是周先生，所以我就来南京了。正如他来之前被告知的一样，凡事只能靠自己。老弟去军令部2厅是谁提拔的？李士群活着的时候给你派过电台吗？军令部在南京有秘密电台，你知道吗？每个看似普通的询问都暗藏杀机，稍有差池，结局必然是玉石俱焚。好在他做过充分准备，8年的军统生涯练就的心理素质，使他没有露出致命破绽。在取得信任之后，余则成很快掌握了李海峰的工作、生活、作息等规律。于是他用暗语通知吕宗芳交接情报，商议刺杀的具体情节。就在他快到接头地点的时候，一声枪响，伴随着混战，给余则成释放了危险信号。这是拙劣的马奎第一次出现在余则成的视角，看着死去的老师兼上级，不知所措的余则成选择先回去工作，以观其变。此时日本人正在安排人手去东北，在战败后继续执行潜伏任务，所有人都避之不及。余则成歪打正着安排去做审讯记录，
马奎被捕说明吕宗芳在王伟特务的监视之中。你们他妈的晚动手半个小时，我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了，你知不知道？余则成冷汗直流。据被捕的马奎透露，中共的一个叛徒供出，吕宗芳是中共在军统的潜伏人员，作为军统策反科科长，协助破获多个打入我党的潜伏特务。马奎的任务就是对吕宗芳实施暗杀。昨天一个中共的叛徒供出了他，上面决定除掉他。这里我们注意一下，当时吕宗芳显然还在军统控制之下，对其采取的措施并不是逮捕、审讯、定罪，再深挖一些其他情报，而是实施暗杀这种极端手段。乍看之下似乎不太符合逻辑，但是如果细想却另有深意。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吕宗芳作为青埔特训班核心人员，是戴笠的嫡系，而马奎是毛人凤派系的。如果仅凭口头指认，并无切实证据就实施抓捕，势必会引起戴笠对毛人凤的猜疑，并且重创戴笠的威信。又有人会问，既然抓捕怕得罪人，那为何不直接给戴笠汇报？这就体现毛人凤高明的官场手段和智慧了。我们思考一下，毛人凤据实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戴笠，那往下的发展会是怎样？戴笠肯定会陷入两难。如果因为是亲信而轻轻放下，不仅会是一颗定时炸弹，还会落下包庇下属的口风。如果严查下去，拔了自己的招子不说，吕宗芳还有可能爆出戴笠秘密接触周佛海、丁默村等日伪势力的政治丑闻。同时，军统首批派往延安的9名特务中，8人已经暴露。吕宗芳的调查威胁到第2批特务的潜伏安全，暗杀成为切断吕宗芳与中共的情报传递通道，防止其将掌握的军统机密外泄，维护军统声誉的最有效手段。最后，毛人凤才做出以上决策。末流的员工只会把问题甩给上司，一流员工会站在上司立场思考，既解决问题，又避免让领导承担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这也可以总结为斯蒂庞克理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见，谢谢。